一个穿着像古代剑客的少女手拿着兽首黄羊杯向雅丹土台奔去。唰一声，少女进入土台旁佛到了另一个世界。这天日落之前，5人都准备就绪。昌东把车停在雅丹土台前，让叶流熙来开车，提醒大家都要抓稳。叶流熙把兽首黄羊杯放在车前，然后用力猛踩了油门，开车冲向土台。众人都吓得惊叫起来。唰一声，车子驶入洞里，两旁都是奇形怪状的妖兽。这个地方不正常啊！什么东西啊？先别动。这些都是什么呀？叶流熙继续熟练地开着车前进，猛踩了一下油门，然后又唰了一声，车子又穿过石门，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。车子继续往前开，在不远处发现一个人形可怖的东西向他们冲过来。爬上车顶，叶流熙毫不犹豫地直闯狂飙。很快，那东西砸滚在地上，被甩在后面。走，直到来到安全的地方，叶流熙才把车停下来检查。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夜空。星星离我们好近啊！我把车检查一下。深夜，他们来到一个荒村，昌东和叶流熙等人高举火把四处查看。为什么还用火把？突然，前方起了一些动静，5人合力把他们制服。吓死你我！是人。他们都是关内人，老的叫老千，女的叫阿和，男孩叫薯条。他们是躲在这里避难的。阿和打开灶台，带着5人从密道里进入了地窖。阿和跟他们讲，这村里10几年前闹了严重，灭门绝户，然后又有沙土人来。沙土人看起来像是人，但实际上早就被沙化。那东西鼻子灵得很，他要是在你身上吃了亏啊，还会集结同伙一块儿来找你们算账。他们到底是死是活？沙土人诗人刚刚死后，被洛金以沙化，这里便彻底成为了荒村。沙土人是刚刚死后被洛金以沙化而形成的。这些蚁就住在流沙雅丹附近。昌东想起孔央的照片和刚才那个沙土人，便一个人跑到外面去。叶流熙上来找他。虽然关内危机四伏，对这里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。我肯定是关内人。昌东告诉刘熙，刚才那沙土人应该是山茶的队友。那如果下次遇到的是孔央该怎么办？你下不了手，要我帮忙吗？刘熙拿着小柳的香水四处喷，想掩盖沙土人的味道。回到了地窖，老千家正在讲关内流传大将军绝妖鬼与玉门的传说，方士把妖怪都赶入玉门关内，然后封住入口，从此关内关外就是2个世界。方士和羽林卫占据了黑石城，成为关内统治者，并且掌握了进出关的方法，一般人是不可能出关的。出关一步血流干。你听见了吗？他说从来没有人出过关，可你为什么能出去？你到底有什么身份？可是叶流熙一点都想不起来自己是什么人。这夜他又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噩梦，那少女又在出现，类似的梦他已做过不止一次。第二天起来，昌东帮叶流熙整理床铺，但其实外面已经风云变色。老千察觉有异样，居然把通道锁上。今天怕是跟往日不同啊！留下他们5人在外面。这沙土人干的吧？这上面都是手印，咱们来不来得及走啊？得想办法把它补好。怎么关内也起沙尘暴啊？但是跟关外好不一样啊！此时很多沙土人向他们来，他们后无退路，唯有与他们拼死一搏。长龙背后，小心！哎呀！正当大家都以为把沙土人清除掉的时候，突然还有一个扑向昌东，他一眼就认出这个就是孔央。他脖梗上那条细链，正是昌东送给孔央的定情之物。刘熙阻止小柳开枪，昌东在最后时刻扭断孔央的脖子，跪坐在旁边悲痛欲绝。叶流熙用火烧破阿和他们从地窖里爬出来。老千告诉他们，沙土人被洛金以上了身世，没得救了，必须烧掉，否则春风吃又生，后患无穷。七姐，真不管我东哥了，让他自己待一会儿吧。2年前就觉得东哥挺惨的，现在觉得他惨上加惨。我听说你有个外甥叫昌东，曾经单人单车穿越达尔坡。昌东害死18个人。昌东把我的事，山茶的事，
都忘了吧，忘掉了，才能重新开始。沙漠那种地方，听天由命，谁也说不准。